大家好，我是思文。这期视频我们要跟随独眼巨人号去往北大西洋上的一片神秘海域——百慕大三角。所谓的百慕大三角，指的是百慕大群岛、美国的迈阿密，还有波多黎各的圣胡安3点连线形成的一个大西洋上的三角形地带，每条边长大约是2000千米。传说当中，百慕大三角这个地方灵异事件频发，不管是飞机还是轮船，一进来就是凶多吉少。早在1502年，哥伦布开始寻找新大陆的时候，成为了第一个进入百慕大三角的人。当时他的船队在靠近这里的时候，海面上突然刮起了狂风，船上所有的导航仪器全部失灵，而且他还看到了一个火球从天而降，掉进了海里。在经过了几天几夜的挣扎之后，他们才摆脱了危险。这也是第一次发生在百慕大三角的神秘事件。后来到了1840年，就有了百慕大三角船只失踪事件的具体记载了。当时有一艘货轮叫罗莎里号，拉着1船的香水和葡萄酒从法国起航，行驶到古巴附近的时候，突然失去了联络。几个星期之后，海军在百慕大三角这里发现了罗莎里号，整个船没有任何损坏的痕迹，船上的货物也都在，甚至船上的水果都还是新鲜的，只是船上的人没了。唯一活着的生物就是一只金丝雀，没人知道罗莎里号到底经历了什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关百慕大三角神秘失踪事件的记载。从这件事开始，百慕大三角在人们心里就开始变得神秘起来了。在这之后，百慕大三角这片海域发生的失踪事件是越来越多，其中最出名的一起失踪事件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3月4号，美国海军当时最大的运输船独眼巨人号从巴巴多斯出发，船上装了11000吨的锰矿石，还有306个人。其实是超载的，因为它最大的载重量是8100吨。他们的目的地是巴尔的摩，按计划一共要9天才能到，而去巴尔的摩最近的一条路正好会经过百慕大三角。出发之前，独眼巨人号发出了一条信息：天气晴朗，一切正常。但是这也成了他发出去的最后一条信息。从起航之后，美国那边就再也没收到过来自他的信息。9天过后，他也没到巴尔的摩，这艘船从此消失了。这在当时让美国海军感到很震惊，也很不解。这是他们当时最大的运输船，这么大的一条船，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而且也没收到过这艘船的求救信号，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在失踪前连求救信号都没发出去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比独眼巨人号更神秘的失踪事件，就是艾伦·奥斯汀幽灵船之谜。1888年的12月12日，艾伦·奥斯汀号从伦敦出发前往纽约，但是在航行途中，在百慕大三角附近，他遇到了一艘不明船只在海上飘荡。这条船从外面看上去都很正常，就是上面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海盗是比较猖獗的，他们以为这条船是遭到了海盗的袭击，所以艾伦·奥斯汀号的船长就派了几个人上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上了船之后，他们发现这条船上的货物、食物这些东西都还在，船上值钱的东西也都完好无损，显然是没有被海盗洗劫过。那这么大一笔横财确实很诱人，所以艾伦·奥斯汀号的船长决定留几个人在这条船上，然后拖上这条船一起走。前2天都一切正常，但随后他们遇到了一场暴风雨，拖船用的绳子被弄断了，所以那条船也跟着消失了。后来奥斯汀号的船长又掉头回去找了几个小时，又遇到了那条船。但是奇怪的是，他之前派出去的几个船员都不见了，但是船仍然完好无损。奥斯汀号的船长虽然感到很困惑，但还是不死心，他又派了几个人上船，想把船拖回去。但是几天后，和之前一样的事儿又发生了，又是一场暴风雨把2条船分开了。等到他再找到这条船的时候，他派上船的第2批人再一次消失了。这回奥斯汀号的船长死心了，他放弃了拖船的想法，加速前进前往纽约。而那条船从那以后也再没有人看到过了。这件事儿也成了航海史上的一大奇案。而百慕大三角不仅对轮船感兴趣，从它上方经过的飞机有时候也会神秘失踪。1945年12月5号，美国海军的5架轰炸机外出训练，这5架飞机上一共有14个人，按理说应该是15个人的，因为每架飞机上可以坐3个人。但是有一个人在出发之前说感觉要有不祥的事发生，所以拒绝了这次的飞行任务。当天下午的2点10分，这5架飞机从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起飞了。带队的人是美国海军中尉查尔斯·泰勒，他拥有2500个小时的飞行记录，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飞行员。按照他们的飞行计划，他们要先从劳德代尔堡基地一路向东飞行104公里，然后在 B 点投下炸弹进行模拟轰炸训练，然后沿着这个方向再继续向前飞行135公里，紧接着向北飞行，经过大巴哈马岛，再转向西南方向返回劳德代尔堡基地。前面的轰炸训练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下午3点半左右，他们要返航的时候，他们队长泰勒突然报告说他的罗盘故障了，他感觉他迷路了，
所以他拿出了备用的指南针，但是备用的指南针也失灵了。他又询问其他飞机的飞行员，而其他飞机的飞行员也都表示他们的仪器也出现了故障。下午4点56分，天气开始恶化了。泰勒报告说，他们应该在佛罗里达半岛上方。他决定沿着东北方向飞行，希望能看见陆地。所以他命令所有的飞机向东北方向飞行。但飞了大概10分钟之后，其中有1架飞机的飞行员觉得他们飞错了，他们应该是在佛罗里达的东部，所以应该向西北方向飞才能到家。但此时天气进一步恶化，很快天就完全黑了下来。晚上18点20分左右，他们收到了队长泰勒的最后一次无线电通讯。从此之后，这5架飞机还有14名飞行人员完全消失了，至今都没找到。就在这5架飞机失联之后，晚上19点半的时候，空军基地又派出了1架搜救机，飞机上一共有13个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找这5架飞机。但是没过多久，这架搜救飞机也失踪了。加在一起，这一天里一共有6架飞机和27个人失踪，而这2架飞机失踪的地方就是百慕大三角。除了我上面说的这几个经典案例之外，百慕大三角的灵异故事还有不少。自从20世纪初以来，有超过100多架飞机和船在百慕大三角失踪，并且再也没被找到。于是开始有人说，百慕大三角是个时空隧道，会把飞机和轮船传送到其他世界，所以上面的人也就从此人间蒸发了。还有些人把百慕大三角和亚特兰蒂斯或者外星人联系在了一起，说那些失踪的人是被抓走了，甚至还有人说自己就曾经在百慕大被外星人抓走过。但仔细一想，就会发现这些故事的结构其实都差不多，要么是轮船失事，要么是飞机失踪。乍一听上去，百慕大三角好像确实很邪门，而且给人灌输了一种观念，就是百慕大三角很危险很恐怖。但实际上百慕大三角一点也不恐怖，相反，它其实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至于时空隧道、外星人绑架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我们现在管这些都叫都市传说。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大家可能就会更清楚一些了。第一个问题，飞机的罗盘为什么会故障？从地磁场的角度来看，地磁的南北极和地理的南北极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指南针指向的北实际上是地磁的北极，跟地理的北极是有一个磁偏角的。但是地球上有一些特殊的区域，在这些区域上，地磁的南北极和地理的南北极是在同一个方向上的。也就是说，在这些区域，指南针不会显示出任何偏差。这种区域叫零磁偏线。但是零磁偏线并不是固定的，是会随时间变动的。在过去的200-300年里，零磁偏线一直在百慕大三角这块区域附近。这种情况下，如果飞行员或者船员按照普通区域的磁偏角调整罗盘的话，导航就会出现问题。那为什么事后没找到飞机残骸呢？这其实是个很无奈的事儿。事后的调查发现，这5架飞机最终应该都是燃料耗尽，在海上坠毁了。而在那个 GPS 还没有诞生，计算机还没有普及，飞机还在用螺旋桨，天气预报多半靠猜的年代，有飞机掉到大海里找不到残骸，完全算不上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儿。这其实就是在大海捞针。那后面的那架救援飞机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那架救援机在起飞20多分钟后就爆炸了。这个型号的飞机一直都有个漏油的毛病，之前也发生过不少相同的事故。它爆炸的时候，正好附近有一艘船的船员看到了。第二个问题，像独眼巨人号这么大一条船是怎么突然消失的呢？其实百慕大三角这个地方是全球飓风高发地区，事故报告里提到过，当天海上的风暴非常强。根据模拟结果显示，独眼巨人号可能是遭到了超级巨浪的撞击，这个巨浪高达27米，时速120公里，一瞬间就让独眼巨人号消失在了海上，根本没有机会发出求救信号。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些船的消失可能跟海底的甲烷水合物有关系。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海底的甲烷水合物快速分解的时候，会释放出大量的海烷气体到海水里，就会形成气泡柱，让海水的密度降低。当船经过的时候，就会因为浮力不足而迅速下沉。尤其是在过去那种木质船体的时代，一旦海底的甲烷接触到船上的灯或者明火，就会引发剧烈的爆炸，最后整条船都会被烧毁。所以海面上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就会给人一种凭空消失的错觉。而且这些甲烷气泡不仅会威胁轮船，也会威胁到飞机。实验证明，只要30升的甲烷水合物就能向海洋中释放超过3800升的气体。当这些气体冲到飞机的周围时，会进入飞机的发动机，飞机的引擎会因为缺氧而逐渐熄火，最终导致坠机。而更糟糕的是，发动机里的火花可能会点燃甲烷，导致飞机爆炸解体，最后在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这也只是科学实验得出的结论，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些船和飞机的消失真的是甲烷水合物造成的，因为近代并没有甲烷大规模爆发的记录。百慕大三角的海底最后一次排放大量甲烷水合物是在大约2万年前，也就是地球的最后一个冰期。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还有一种解释是最重要的，就是跟人的心理问题有关。有一种现象叫巴德尔麦因霍夫效应，也叫频率错觉或者认知偏见，意思是当我们更多的去关注某种事物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出现在我们身边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就好像我之前一直在看一种品牌的汽车，但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就觉得我在路上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相同车型，但实际上路上跑的汽车频率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因为我开始关注这种车型了，所以我会下意识的看到更多。那百慕大三角的神秘性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于这种心理效应。一旦某些失踪事件被广泛报道，那大家对百慕大三角地区的注意力就会增加，甚至会开始主动去找跟这个事儿相关的其他事件，所以大家就会对这个区域的任何失踪事件产生过度关注，反而忽略了全球其他地方的类似事件。百慕大三角地区的失踪事件经常会被认为是频繁，但实际上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来看，全球各地大型船舶失事最多的区域是被叫做黄金航道的马六甲海峡附近的东印度群岛还有中国南海。这两个地区在过去的15年之内一共发生过293起航运事故，而百慕大三角地区的事故不到它的1/10。除此之外，还有日本海、地中海、波斯湾等等地区的事故都要多于百慕大三角。要说全球最危险的海域，百慕大三角连前10都排不进去。所以我觉得百慕大三角的神秘不在海水里，而是在我们的大脑里。我们往往会对那些离奇悬疑的事件感兴趣，再加上媒体和人的传播，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效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百慕大三角这个名字最开始并不是海洋学家或者科学家提出来的，而是一个小说作家。1964年，文森特·加迪斯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致命的百慕大三角》。他在里面总结了过去几十年里在百慕大三角发生的很多起失踪事件，然后通过文笔营造出了一种神秘感，说这片海域存在某种神秘力量才导致飞机和轮船的失踪，并且把它发表在了一本杂志里。而这本杂志里发表的大部分内容全都是虚构的小说，就相当于我小时候经常看的故事会。那正常来讲，一个人在故事会里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了一些某地频发的灵异事件，我们也不会觉得是真事儿。但是他的这篇文章却让百慕大三角成了当时很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后来查尔斯·贝利兹又出版了一本叫《百慕大三角》的书，里面讲了大量发生在百慕大三角的失踪事件。这本书让百慕大三角被塑造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又进一步的导致百慕大三角被越传越深，一时之间也诞生了大量有关百慕大三角的书和电影，甚至还有关于百慕大三角的歌。1975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兼飞行员拉里·库什，他为了追求真相，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查，出版了一本书，叫《百慕大三角之谜：破解》。他在书里说，百慕大三角这些事件里，大部分都是在故弄玄虚，虚假成分太多，还有些发生在别的地方的事儿也被写成发生在百慕大三角，而且很多事件的报告里都缺少了很重要的天气因素，还有些呢，干脆都没调查过，只是在别人的文章的基础上又添油加醋，越传越离谱。就像我刚刚说的艾伦·奥斯汀幽灵船事件，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完完全全编造的故事。就在他这本书出版之后，贝利兹又站出来说，他在百慕大三角的海底发现了一座金字塔，于是库什就跟他打赌。库什说，只要你能拿出证据，我就给你1万美金，拿不出来的话，你就给我1万美金。贝利兹也不傻，最后当然是没接受，不过这也就变相的承认了他自己在撒谎。总的来说，虽然百慕大三角这个所谓的世界未解之谜是不少80、90后的童年记忆，但如今早就没了之前的神秘感，只是为了炒作博人眼球而已。那可能还有人要问了，哥伦布当时看到的那个火球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流星。